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这对新人！这桌是新郎的大学同学，让我们举杯。沈清，你怎么来了？我记得请柬上没有你的名字。你没请我，我自己来的。来恭喜你啊！恭喜你，在我查出怀孕第4天，就把我拉黑。3个月后跟邻家大小姐闪婚，陆子豪，你这时间管理的能力，我佩服的五体投地。他在说什么？你喝多了，出去。林小姐，你知道你老公在我怀孕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保安，把这桌的这位女士请出去。他说：“你确定是我的？你这种女人谁知道跟了多少男人？”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孕检单，孕8周，日期是4个月前。你们婚纱照的拍摄日期是3个月前，需要我帮你们算吗？一张假单件你就想来砸场子，沈清。大学4年你追我，我不同意。你现在就憋出个孩子。是你追了我2年吧？我拒绝你的时候，你跪在我宿舍楼下哭，忘了？婉儿，你别听他的，他有病，他有妄想症，大学辅导员都知道。那你要不要现在打给你的大学辅导员？我手机里有他的号码。子豪，他到底是不是你前女友？不是。是，交往2年，同居1年半。什么情况？伯父，这位女士说陆子豪是她前男友，她怀孕了，陆子豪在她确认怀孕后把她拉黑，然后跟婉儿结婚。陆子豪，爸，这都是诬陷，我根本不认识他。需要我提供开房记录吗？你们可以去查，去年2月到今年1月，每个月至少4次。最好给我一个解释。我们的婚房是我爸全款买的，你的车是我陪嫁送的，你的公司你在里面当总经理那家公司大股东是我爸。你说你白手起家，你说你的启动资金是自己的积蓄，你这个骗子！你毁了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也会有今天？婉儿，你慢点，你冷静。我很冷静，就是因为太冷静了，我现在才没回头去打死他。婉儿，去化妆间把婚纱换了，我让人送车到后门。我不换，我不走，这是我的婚礼。婚礼已经完了，里面已经没人了，你还留在里面干什么？那是因为你一直就看不惯他，你是不是挺高兴的？你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林婉儿，我在你心里就是这么个人。我看到我女儿被渣男骗，我应该高兴。我在你心里，那就让我自己处理，你不要插手。你怎么处理？你刚才泼了他一脸红酒，你觉得这就叫处理？他的车、他工作全部是我们林家给的。你现在要做的不是泼酒，是把所有东西都拿回来。所以你关心的还是钱？我这一辈子就你一个女儿。你母亲走得早，我把你当成我在这世上唯一要保护的人。你现在告诉我，我关心的是钱。我知道不该说，我知道我爸对我不薄，我什么都知道。我就是不知道，我这双眼睛长了10年，为什么连一个骗子的伎俩都看不出来？你现在要做的不是砸墙，是换掉这身婚纱回婚房，把他所有的东西扔出去，然后打电话冻结公司账户，收回你爸配给他的车，取消他的授权。唐三，我以为我这辈子终于找到了一个不图我家的钱，只图我的人的人。你找到了，只是他不是那个人，那个人还在路上。对，陆子豪，身份证号我发给你，公司这边他的总经理授权即刻撤销。对，密码和 U 盾都在我们这边。
你还敢回来？婉儿，你听我说完一句话，就一句话。说完，你要是还让我滚，我现在就走。那个孩子不是我的，我跟沈清确实在一起过，这点我骗了你，我承认。我不敢说实话，是因为分手的原因太难看。他在我们恋爱期间出轨不止一次，我抓到过开房记录，跟他当面对证，他跪下来求我，我原谅了他。第二次他又出轨，我彻底死心，分手。分手后他后悔，缠了我半年。后来我认识了你，他看我真的走，就编出一个孩子来报复我。说完了。婉儿，你说她怀孕4个月，可她从来没有发过孕检单给我。我在婚礼那天才知道她说自己怀孕了。如果孩子真是我的，她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来找我？为什么不打官司？为什么要在婚礼上公开？因为你知道她怀孕，你把她的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她找不到你。如果她真想过找我，通过律师函、法院传票、公司前台有太多办法，她偏偏选在婚礼上闹，因为目的不是孩子，是毁掉我的婚姻。这是我的微信，我已经让技术恢复了所有数据。你翻到1年前的聊天记录，看到任何他发来的孕检单，我立刻走人。婉儿，堂堂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我，这我理解。但你问问自己，这1年我做过任何一件不诚恳的事吗？我每天接你下班，在你爸面前卑躬屈膝，为了配得上你，在公司加班到凌晨。如果我图的是钱，我有太多办法在婚后慢慢转移财产。我爸上周查出了肝癌，你知道我为什么没告诉你吗？因为我不想让你觉得家里拖累了你，我自己扛着。我扛不住了，婉儿，但我还是没跟你说。你爸真的肝癌？陆子豪，你要是没说谎，你怎么刚才在婚礼上不提？你现在才拿出来，你是在用你爸的癌症打感情牌？因为我不想当着100个人的面说我爸要死了，我也有自尊。婉儿，你看着我的眼睛，你是信我还是信他？糖糖，你能先出去吗？你赶我走，我想跟他单独谈谈。好，你以为我是在管闲？你觉得我是想拆散你们的婚姻？林婉儿，你总有一天会明白，能把你从深渊里拉出来的不是你要拯救的男人，而是那个站在深渊边上从来没松手的人。是我，糖糖，你今天在婚礼上说的话全部都是真的吗？你在怀疑什么？陆子豪刚才回来找婉儿了，他说你出轨2次，缠了他半年，还拿出了他爸的肝癌诊断诊书。婉儿把我赶出来了，他现在跟他在一起。他爸的肝癌，陆建国，他爸去年就死了。陆建国3年前就去世了，肝癌不改，但人已经没了3年了。你说什么？他爸陆建国3年死于肝癌，因为我跟他一起去的，我披麻戴孝送的他爸。他的死亡证明我现在就可以发给你。陆子豪手里那份诊断书要么是 P 的，要么用的是他妈的名字套的模板。他还有一个妈该改嫁了，结婚不联系。你现在能出来吗？我发地址给你，你过来，我把所有证据都给你。我跟陆子豪2年的聊天记录、开房记录、租房合同，他跟我求婚的录音，还有他得知我怀孕后发的那条小那条说你确定是我的语音，我全部都有背。发地址，我20分钟到。这里面是所有证据，分类好的。你为什么今天才来？你早干什么去了？我给他发了无数条微信，拉黑了。我给他公司打电话，秘书接了，说会转告，然后挂掉。我给他发了律师函，他在律师那里说了一句不确认亲子关系，律师函就打道回府了。你问我早干什么去了？我去找过他，在她跟你闺蜜领证的前一天晚上，我在她公司楼下等了她3个小时，她终于下来了，身边跟着你们林家派给她的司机。拦住他！这份视频你今天在婚礼上为什么不放？我还没来得及放，你闺蜜就泼酒了。
而且我看到你闺蜜看她的眼神，那种眼神我太熟悉了，我自己用过2年，就算我当场把视频放出来，她也不会信，她会觉得我是来抢婚的疯女人。所以我现在要跟你合作，你是她闺蜜，你比我更知道怎么让她相信。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恨的是陆子豪，跟婉儿没关系，你大可以拿着这些证据去法院起诉他要抚养费，你为什么要掺和进这段婚姻？因为我跟林婉儿在母婴店偶遇那天，她不知道我是谁，她看到我一个孕妇在挑东西，主动帮我提袋子，还嘱咐我孕妇不能提重物。我随口说了一句没人陪，她立刻说那我陪你逛完。我是一个去砸她婚礼的女人，可她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我说我陪你的人。所以你是想保护她，我是想让她不要变成我。我用了2年才从那个烂泥潭里爬出来，她比我善良，比我更值得被保护，她不应该用比我更长的时间去醒。保持联系，我需要你配合的时候，你要出面，随时。你肚子里的孩子，你打算怎么办？生下来我自己养。这个孩子有个不称职的爹，但他有一个绝对不会放弃他的妈。这件事你别管，我会处理好。陆子豪，我都跟你说了，那件事跟你没关系。我妈的诊断说我不是，他信了。你他妈别给我打电话了。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那家公司的事情，什么做假账，什么挪用公款，跟我没关系，那是你签的字，不是我。你被抓了，别拉我下水。他的钱，你以为我在乎他的钱？我他妈要的是公司，林氏集团的供应链全在我手里。等我摆平了沈清那个疯皮头，下一步就是把我手里的客户全部带走开新公司。到时候林婉儿爱跟不跟，她跟着我是她的福气，不跟着我就去死。他如果不跟你，你要让他去死。婉儿，我刚才说的是跟我一个哥们儿，是气话，我跟他在吵架。李律师，是我林婉儿，我需要你帮我拟一份离婚协议，即刻生效，婚内所有财产归我，男方净身出户。我这里有一段他亲口承认挪用公款、婚内出轨的录音，对，证据确凿。你敢？你觉得你抢走我的手机，那段录音上传就会消失？我已经所有投资、你的人脉、你手里所谓的供应链，全部姓你。你以为你在利用我？你只是我账户里的一个数字，是我婚姻简历上的一段污点。现在我把它擦掉。你再说一遍，我他妈在你家忍气吞声1年，你爸把我当狗一样使唤，你也不过是被我玩的团团转的傻白甜。这个耳光是我替我爸打的，你在他手下做了1年的事，他给你开工资，给你配车，给你印名片，你说他把当狗，你连一条狗都不如，狗还知道感恩。你会后悔的，你今天做的每一件事，你以后会跪着来求我重新来过。我不会，因为我这辈子不会再对任何一个男人下跪。等律师来了，你配合签字，签字后你所有东西都在走廊，我只给你3分钟离开。如果你不签，这段录音我会发给警方。你那些做假账挪公款的事情，够你进去待几年，你自己选。林小姐，协议内容我看了，婚内财产100%归你，男方净身出户这类条款在情绪上很解气，但对方如果打官司，法院一般会判3-7或4-6，完全净身出户的烂例极少。他如果不服就打，打官司耗时耗力，他现在身无分文，你耗的是你自己的精力和律师费。那如果我手里有他亲口承认挪用公款的录音呢？如果这个录音一旦提交，他面临的不只是离婚，是刑事立案。你有这份录音，他不敢打官司，他会乖乖签字。不过我需要提醒你，一旦他签字，他就什么都没有了。这种人一旦什么都没有，比有钱的时候更危险。你要做好他报复你的心理准备。我准备好了。陆建国的那张诊断书，沈清已经确认是假的，他爸3年前就死了。协议里再加一条，虚构其父癌症事实，对女方进行情感操控。这条不用具备法律教练，只需要写上去，让他签字的时候看到。可以。另外，那位沈清女士，需不需要我同时处理她跟陆子豪之间的抚养费纠纷？先帮我处理完离婚，沈清那边我会亲自去找他。你现在准备去哪儿？去找我爸。我昨天对他说了很难听的话，他一定在等你。你爸那种人，天塌下来也不会跟自己女儿记仇。沈清说
他在母婴店遇见我那天，我帮他提袋子，那是我这辈子做的为数不多的几件好事之一。那不是好事，那是你的本能。你对陌生人都有那种善意，所以你对陆子豪倾尽所有，因为你把他当成你最亲近的人，这不是你的错。李晶，走吧，先去见我爸，再去见沈清。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你以为结束了？这才刚开始。站门口干什么？进来。爸，对不起。婉儿，你是我女儿，你犯了天大的错，你也是我女儿，不用跪，永远不用跪。才7岁，你拉着我的手说：“爸爸，你不要哭，以后我照顾你。”你7岁就学会照顾我了，现在你受委屈了，该我照顾你了。对不起。你让李律师拟离婚协议了？他签了就净身出户，不签就用那段录音立案。那段录音，他承认挪用公款和假账。对，如果我们能用这段录音把他后面的利益链条全部拉出来，那就不是离婚协议的问题，是刑事犯罪的问题。他挪用的不止我们林氏的钱，他能动那些账，说明他打通了不止一个人。这个人脉圈子，我们得给他连根拔起。你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他，你是怎么看出来的？不是看出来的，是查出来的。他入职3个月的时候，我让第三方做过他的背景调查。他的学历是真的，但他的履历里有2年是空白。这2年他说在创业，我查了那家公司的法人是他的名字，但公司注册地址是个居民楼，没有任何经营流水。说白了就是个壳子。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告诉了，你说我对他有偏见，你哭着跟我说他跟你认识的其他富二代不一样，他是白手起家，他吃过苦。你说你爱他，你是我唯一的女儿，你在经历你妈走后第一次真心爱上一个人。我以为我能帮你兜住最坏的结局，我没想到最坏的结局来了这么快。你兜住了。如果不是你教会我怎么保护自己，我昨天连那份录音都不会想到去录。好了，不提那个人了。你现在要做3件事儿：签离婚协议，配合律师挖掘他背后的人脉链，然后好好睡一觉。还有一件事，我要去见沈清。你要对他做什么？道歉，然后谢谢他。你来这里是来骂我，还是来道歉？道歉，还有道谢。我把你从微信里删掉的时候，陆子豪说你大学追他，你有妄想症，你是来毁掉我们婚姻的疯女人。我信了，我不仅信了，我还在堂堂面前替你说话。我说你是个好人，然后第2天我就删了你。我欠你一个道歉，你不只救了我的婚姻，你等于救了我的人生。但我当时不配被你救，所以你才会气得在咖啡厅拍桌子。我没拍桌子，我只是把单买了然后走了。堂堂说你在母婴店遇见我那天，我帮你提袋子，你是因为那个瞬间才决定救我的。我跟陆子豪在一起2年，他出轨，我原谅他冷暴力，我道歉。他说你太作了，我很累，我改。他说你不够好，我觉得是我真的不够好。直到我怀孕，他连假装担心的姿态都没有。他说你确定是我的吗？然后挂了电话，把我所有联系方式拉黑。我坐在医院走廊里，手里拿着孕检单，哭了4个小时。你帮我提袋子那天，我回来之后想了很久。我想，如果是这样一个素不相识都愿意帮我提袋子的女孩，被陆子豪用同样的手段毁掉，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我不会再上他的当了。我现在已经开始离婚流程，离不离得成那是法律的事儿，醒不醒是你自己的事儿。这是我跟陆子豪所有的证据，还有一个你绝对没听过的东西。孩子是你的又怎样？你养得起吗？你那个破工资连自己都养不活，你要是敢把孩子生下来，我就让你这辈子再也找不到工作，我有的是办法。你当初说要娶我的，娶你？你做梦去吧！我要娶的是林氏集团的千金，下个月我就跟他领证了。你要是敢出现在他面前，我就告你骚扰。你一个无业孕妇，告得过我吗？这段录音你怎么录的？他来找过我一次，在他跟婉儿相亲之后，确认关系之前，他来不是来道歉的，是来羞辱我的。我从头到尾按了录音键。你如果愿意等离婚手续走完，我可以帮你请律师，抚养费这块他必须出，我自己能养，我不想再用他1分钱了。
这个孩子的出生证明上，父亲那栏会是空白，这是我给他的第一个保护。你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勇敢的女人，谢谢你，没有放弃我。你也挺勇敢的，至少你没让他继续骗下去，比我快得多。你们两个都不要再谢来谢去了。现在的问题是陆子豪还没有签字，他那种人不可能会乖乖消失的。我们要想清楚接下来他会干什么。林婉儿是吧？谁让你们来的？你老公让我带句话，协议他撕了。你手里那些录音，你最好不要用。用了的话，你猜我们会干什么？我已经报警了，警察3分钟到。我车里有行车记录仪，你们的脸全部在里面。我就知道他会来这一手。我让人在他的临时住座地外面蹲了2天，今天下午蹲到他去洗车店见2个混混模样的人。我本来想跟你说让你别加班，你怎么知道是他找的？因为他从洗车店出来，直接去了银行 ATM， 他卡里没有钱了。他当掉了一块手表，那块表是你送他的结婚礼物，用当手表的钱雇了这2个废物来堵你。这段行车记录仪的录像加上银行监控，够不够让他进去？他这次跑不掉，雇人伤人，至少那么严。不是伤人，是故意伤害未遂，而且要加上婚内存续期间的转移财产。他当了婚内共有财产去实施人身伤害，这不是民事纠纷了，这是刑事案件。你什么时候开始懂法律了？这2天我读了婚姻法、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失眠的时候比什么都有用。他报警了，我兄弟眼睛被喷了，现在在医院洗眼。你他妈说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大小姐，结果呢？那是大小姐，那是个母豹子。我付了你钱，你就办成了这样，3分钟拖不住。钱？你那点钱还不够我买一瓶好点的眼药水。我现在手里有警察传唤通知，你最好给我闭嘴。你要是再找我们，我先捅出去的就是你。妈，是我需要一点钱，不多20万，我可以去你那边住一段时间。你爸死的时候，你连葬礼都不来，说公司要加班。你娶媳妇儿的时候，连通知都不通知我。现在出事儿了，你想起你妈了？妈，那都是误会。不是误会，就是不讲任务。你觉得我是后顾之忧，这些年你过得好，不需要我。你过得不好，第一个想起的还是我。妈，那我不如继续做你不想要的那个妈。婚内出轨、伪造诊断书、挪用公款、雇人跟踪，他这些罪名摞在一起，起步3年。但是挪用公款的证据还差关键一环。你说他在电话里对同伙说那家公司你签的字，但你没有那个同伙的名字。沈清给我的一段录音里，陆子豪他说我要娶的是林氏集团的千金。那段录音的录制时间是在我跟他确认恋爱关系之后，领证之前。那段录音在哪儿？如果时间差能对上，说明他在婚前的恋爱期就已经在蓄意隐瞒另一段情感关系并实施行为，这不是一时冲动，是有预谋的情感欺诈，再加上婚后雇人这条链子就完整，足够让他进去待几年。以目前的证据量，即使他请最好的刑辩律师，也不可能全身而退。而且，如果你愿意出庭作证，他在庭上看到你和你背后这些证据的时候，心理防线一定会崩。他一崩，就可能供出那条利益链里的其他人。你养得起吗？我愿意。沈清出事了，陆子豪刚去了他的公寓。报警，现在已经报了，但他公寓是老小区，最近的派出所过去也要15分钟。婉儿，你不要自己去。我不是一个人去，我是带着他这辈子所有罪证去。
老周，把准备好的那件事做了。陆子豪名下所有关联账户，包括他当手表那笔钱入账的账户，现在冻结。沈清，你给我滚出来！你毁了我！警察先生，你们听到了吗？他在踹门。女士，您别挂，我们已经在楼下。跑啊！你继续跑啊！去跑！沈清，你打，每一拳我都会记在笔录里。哼！你敢动他？你今天碰他一根头发，我让你把老虎戳穿！陆子豪涉嫌入室抢劫，故意伤害，现在对你进行刑事拘留。我没有，是他们3个女人陷害我。你肚子有没有不舒服？没有，他踹门的时候我已经报警了。你以为你赢了，你会跪下来求我的？我这辈子跪过我爸，那是最后一次。你们来的挺快的，你不会一个人。姓名、监控、行车记录、银行转账、当票，证据确凿。你不说，全部推你一个人头上，扛得动吗？我要打电话。打给谁？我妈。喂，妈，我在看守所，可能进去很多年。所以呢？你爸走的那天晚上，我打了你13个电话，全部被你挂。我错了，妈，我知道错了。晚了，我不恨你，只是不想再为你用了。阿姨，青青，你肚子多大了5个多月了。是他的，他小时候发烧，我背着他跑了8公里。阿姨，我信了一辈子，现在不想信了。您没有做错，是他自己做错了。这个孩子，你打算怎么办？生下来自己养。如果有一天你养不动了，你可以把孩子给我。我不是替他道歉，道歉没有用，我只是欠你一个交代。阿姨，您不欠我什么，该欠我的人在看守所里。800万从公司转供应商 A， 当天分3笔转出，一笔200万，转到了私人账户，户名周德全。周德全是谁？前财务副总，3年前我把他辞了，做假账。陆子豪认识周德全吗？不可能，除非中间人。沈清给我的 U 盘里有一段录音，陆子豪说那家公司的事情跟我没关系，是你签的字。他当时是在跟一个人打电话，那个人会不会就是周德全？如果周德全在外面用假供应商套公司的钱，跟陆子豪里应外合，那就是一条完整的利益链。周德全注册2家咨询公司，注册地址是陆子豪大学同学名下的商住2用房。报警，连同转账记录一起提交，告诉警察，陆子豪没交代的那个人，我们帮他找到了。你帮我也请了律师？李律师团队可以同时代理我们2个人的案子，我跟他说好了。为什么帮我？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事，接下来的路可以自己走。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帮你吗？因为那天他踹你的门，你一个人坐在门后面等警察。那个时候你给谁打了电话？不是我，不是糖糖，是你自己打给了警察。你习惯了什么事情都自己扛，我懂，因为我也是。我妈走得早，我爸忙着做生意，我从小到大什么事情都自己处理。所以当我遇到一个说以后我帮你扛的男人，我就信了。后来我才发现，真正会帮你扛的不是说了这句话的男人，是那些什么都不说就出现在你门口的人。那天在母婴店，你什么都没说，但你看我的眼神跟陌生人不一样。你是在看一个跟你一样掉进陷阱里的人。有一个条件，
你说，抚养费官司打完之后，不管判多少，我只拿1/3，剩下的2/3成立一个反情感交诈的公益基金，用你的名字，用我们的名字。行，我们的名字。陆子豪的公司邮箱虽然在婚变后被注销了，但服务器上的备份没有清除。我用他之前的登录凭证恢复了近1年所有邮件进项。这里面是他跟周德全的往来邮件，一共176封，最早的可以追溯到1年半以前，也就是说，在他入职林氏之前就已经认识了周德全。入职之前？对，你看这封。他从一开始就是冲你来的，不是后来才变坏，是从认识你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了。把这176封邮件全部导出，加密发给我和李律师，时间切不要动。明白。他还说过一句话，他说他这辈子最怕的是我被人抢走，那不是请焦虑，他不是怕失去我，他是怕失去他布局1年半的项目。你知道你现在像谁吗？像谁？像你爸。林氏提供的邮件证据链我们已经全部核查完毕。周德全和陆子豪涉嫌职务侵占、挪用资金以及有预谋的合同诈骗，涉案金额超过2300万。我们今天就批捕。谢谢。还有一个情况，陆子豪目前在看守所里曾试图雇人伤害我的当事人，那段证据是否可以并入现有案件？可以，重罪并罚。周德全，你涉嫌职务侵占和合同诈骗，跟我们走一趟。等一下，我要打电话给我的律师。到了警局可以打。走吧，这边结束了。你对面玻璃后面的人，你认不认识？不认识。去年3月到12月之间，你跟一个叫陆子豪的人通过176封邮件，邮件的往来内容我们已经全部调取，你还说不认识？我全部交代，给我笔和纸。我不是主谋，他是，从头到尾都是他计划的，包括怎么接近林婉儿。都快点拿！老子给你铺路，给你情报，给你伪造肥料，让你进去分老李家的钱。你刚进去2天，把老子从头到脚全卖了。你教我的，你当初说一旦出事儿，第一时间把别人卖掉。我现在什么都没了，老婆没了，钱没了，连我妈都不要了，你觉得我还会在乎你的命？3个月前，我在我的婚礼上被一个自称是我大学同学的女人揭穿了新郎的真实面目。我当时不敢相信，我不仅不信，我还觉得她是来毁掉我的人。我把她拉黑了，我对她说：“你不要再骚扰我的家庭。”后来她救了我。她在我丈夫伤害我的时候报了警，她在我最孤单的时候没有放弃我。她是一个被我丈夫用同样手段伤害过的女人，她比我更早掉进那个陷阱，但她用了比我更快的速度爬出来，然后回过头把手伸给了我。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以一个受害者身份，是以一个被另一个女人从深渊里拉出来的人的身份。基金会这由沈清和我共同发起，我们将为遭遇情感欺诈的女性提供法律帮助、心理援助和经济支持。第一个被资助的项目是沈清的抚养费诉讼。我不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我是一个单亲妈妈，我的孩子今天在我肚子里踢我，每次踢都跟我说妈妈加油，所以我会加油。谢谢每一个没有放弃我的女人，尤其是那个被我气得半死还反过来感谢我的人。本庭就林婉儿诉陆子豪离婚纠纷一案开庭。原告的诉讼请求包括解除婚姻关系，婚内财产全部归原告所有，被告承担婚姻过错赔偿。被告，你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有何意见？我没有意见，全部同意。你确认你放弃了所有的抗辩权利和财产主张？确认。我这辈子做过的最蠢的事儿，不是挪用公款，不是跟周德全合作，不是骗了你，是骗了你之后还觉得自己不会被发现。根据双方当事人一致意见，本庭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婚内财产全部归原告林婉儿所有，被告陆子豪支付原告精神损害赔偿金30万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不对，你这辈子做过的最蠢的事儿，是以为全世界都会永远原谅你。
结束了。不，还有一仗。本庭就沈清素、陆子豪抚养费纠纷一案开庭。原告请求确认被放与原告所怀胎儿的亲子关系，并要求被放承担抚养费至子女年满18周岁。我方提供3份证据：孕期推算吻合性、求婚短信及语音记录。现在我方当庭申请播放这段录音。准许。孩子是你的又怎样？你养得起吗？你要是敢把孩子生下来，我就让你这辈子再也找不到工作，我有的是办法。被告，你对这段录音的真实性有无异议？没有。你是否承认与原告所怀胎儿存在亲子关系？承认。确认被告陆子豪与原告沈清所怀胎儿存在亲子关系。被告需自胎儿出生当月起，每月支付抚养费3000元至子女年满18周岁。此外，被告需承担原告孕期及分娩期间的医疗费用。我以为你不会来。我不是来看你的，我是来完成最后一个程序的。这是林氏集团全部股份的变更确认书，你的名字已经从所有关联文件里彻底清除了。你现在跟林氏没有任何关系，永远都不会有。你专门来监狱一趟，就是来给我看这个？不是，我来是为了告诉你，你的那个合伙人周德全昨天判了8年，他名下所有财产被冻结，包括他自己以前从林氏贪的钱，全部要吐出来。他还供出了另外3个人，都是林氏内部的，全部落网。你是不是觉得我在跟你炫耀？不是，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当初说我要靠你才能活下去，现在我活得很好。你当初说我会跪下来求你，我现在是站在这里告诉你，你做的每一个恶都被清算，你毁掉的每一个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站起来。你唯一做对了的一件事是退出了我们的生命。兄弟，已经看到头了，再来一次。你别抖了，再抖产床上的就是你了。你当时在法院跟陆子豪对峙的时候可没见你抖，那是面对渣男，现在是面对一个新生命，这是2回事。母子平安，男孩6斤3两，哭声特别响，以后绝对是个大嗓门。你们哭什么？我都没哭。他长得像你，心好像你。你要抱吗？你好，我叫林婉儿，我是你干妈。你妈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勇敢的人，你以后也要像她一样。你们2个可以不要这么煽情吗？以后孩子的尿布谁换？我可不换。谢谢你。这个长命锁是我找人打的，纯银，不伤皮肤。伯父，谢谢你。不用谢，你帮了我女儿，就是帮了我。以后这个孩子读书的事情，我来安排。青青，我听说你今天给孩子办满月，我就过来看看。你放心，我不会多待。阿姨，进来坐。您是孩子的奶奶，我没有资格不让您见他。他小时候也长这样，我做了一个噩梦，梦了30年，今天醒了。你今天哭了几次了？2次，不包括刚才，加上刚才3次。你以前不是不爱哭吗？以前是被骗的不敢哭，怕哭了就没人喜欢了。现在是想哭就哭，反正天塌下来，老子自己撑着。林氏集团今天起更名为新生集团。这个名字不是为了纪念我的过去，是为了纪念一个把我从过去里拽出来的人。他已经带着孩子在加拿大了，他看不到今天的节目。但我想对他说，我答应你的事做到了。
你妈妈会在天上看到，她会为你骄傲。肝癌晚期，多发转移，基本可以确定是原发性肝癌，应该在他入狱前就已经有了。现在就算送他出去，也最多2、3个月。妈，你来了。医生跟我说了，我过来送你最后一程。我错了，妈，我真的错了。你知道吗？你爸走之前昏迷了3天，最后醒过来5分钟，问我子豪来了吗？我说他在加班，马上到。你爸笑了一下，说叫他别来了，好好工作，然后他就走了。他最后的话是叫你好好工作，不是叫你做假账，不是叫你骗女孩，不是叫你把自己送进监狱。我走了，你好好躺着。妈，下辈子我还做你儿子，我不做坏事了，我不敢了。下辈子的事儿，下辈子再说。这辈子你欠我的，我就当上辈子欠你的。我把你爸的坟迁到你旁边了，你爸活着的时候最疼你。你下去之后，跟他好好认错，他心软，会原谅你的。你小时候不坏，后来怎么就长歪了呢？并购方案我看过了，估值模型有问题，让评估团队重新做 DCF 测算，下周1之前出第2版。散会。枫叶过来的。婉儿，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小树已经2岁了。他会指着枫叶说：“干妈，因为我在墙上贴了你的照片，每天指给他看。我的画廊生意一般，但够我们母子生活。温哥华的冬天很长，但雪化了以后，春天特别好看。你什么时候有空来看看我们？不用带任何东西，把你自己带来就行。青青，去不去？下周就去。”我以为你这辈子都不会回来了。我回来了。你胖了点儿，胖了好，以前你太瘦了。你还是那样，比我记忆里还好看。怎么保养的？没用护肤品，
用恨养出来的皮肤敬老。干妈，这是干妈送你的见面礼，愿你平安长大，愿你这辈子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比你爸好。谢谢干妈。我看了你们去年的年报，营收比前年增长了40%，你真不是一般的女人。你也看了，我以为你在加拿大只看画展。我关心你，又不是关心你的钱。这幅画是你画的？来加拿大之后开始画。以前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说我画画没出息，让我别浪费时间。后来发现，他不是觉得我没出息，他是怕我有出息了，就不被他控制。后来呢？后来我把这幅画挂在这里，有人出价3000加并要买，我没卖。这是我第一幅认真画的画，我要留给自己。你想过回国吗？暂时不想。这个孩子需要一个新的环境，我需要一个不用天天看到那个人的影子的地方。但我也不会一辈子躲在这里，等小树再大一点，等他懂事到能理解这段历史，我会带他回去，让他看看他妈当年是怎么重新站起来的。干妈 ，look big leaf。哇，真的好大！你要带回去送给妈妈吗？送给干妈，干妈拿回去，干妈没有。他出门前跟我说，干妈是从好远的地方来的，干妈没有温哥华的枫叶，他要给干妈捡一片最大的。我以前觉得我这辈子最失败的事情是嫁错了人，现在觉得最成功的事情是你在我的婚礼上出现。你知道吗？那天我不是一开始就决定去的，我在酒店房间里想了很久，脑子里有个声音一直在说，他会骂你是疯女人，他不会信你的，你别去自取其辱了。最后让我下定心的是肚子里的孩子踢了我一脚。我当时想，如果将来我的孩子问我，妈妈，你看到另一个女人走跟你一样的路，你为什么不拉她一把？我该怎么回答？所以我就去了。你救了2个人，我和你自己。你不去那场婚礼，你一辈子都会在梦里看到另一个女人走你走过的路。你去了，你把这辈子最烂的一天变成了最好的转折。干妈，贝壳，粉色的贝壳。爸，我回来了。老爷子在书房，最近不太吃东西，也不让我告诉你。你妈要是活到现在，应该会很满意你。她以前跟我说，老林，咱们这女儿将来不是一般人。我还说她别给女儿太大压力，结果她说对了。爸，我陪你去医院做个全面体检吧。你以为我得了什么病？没以为，就是想去检查一下。不是病，是老了。老了就是老了，体检查不出来的。你现在是新生集团的董事长，公司已经在你的掌控之下，你证明了你自己，我没什么不放心的了。但我还要跟你说一件事。什么事？我让李律师做的股权架构调整。原本我在新生集团持有的51%的股份，其中40%转给你，剩下11%放进公益信托，就是你和沈清那个基金会。爸，你不需要现在做这些。需要，我做了就是做了。我不是在分家产，我是在安排以后。你爸一辈子做生意的眼光没出过大错，现在做的这个决定也不会错。你不需要我了，这是好事。每一个父亲盼的都是这一天。我永远需要你，你
你体检完就知道了，你还能捞到我30年。30年，那时候我都100多了，你是想累死我？这个是妈妈，这个是我，这个是干妈。小树，妈妈问你一个问题。别的小朋友有爸爸，你没有，你会不会觉得少了什么？没有啊，我有妈妈，还有干妈，还有糖糖阿姨，还有林爷爷，好多好多人。妈妈、干妈、糖糖阿姨、林爷爷比爸爸多得多。那你知道爸爸是什么吗？知道啊，就是妈妈不要的那个人。不是妈妈不要他，是他自己做错了太多事，不能再跟妈妈在一起了。那妈妈做得对，她做错事就不能在一起。妈妈，我干妈，我们在一起，这就够了，对不对？妈妈，你不要哭，等我长大了，我保护你，也保护干妈。好，你长大了保护我们。现在你先去把手洗了，你把蜡笔涂到耳朵上了。我们要去 China 去看干妈。 Have a nice flight, little pilot. 小树，妈妈跟你说一件事，这次回去你会见到很多以前没见过的亲戚，他们会问你是谁，你要怎么说？我是沈清的儿子，我叫沈小树。对，还有呢？我干妈叫林婉儿，她很厉害，管一个很大很大的公司。我糖糖阿姨嘴很毒，但是人很好。我林爷爷他给我打过长命锁，这个我记得。如果你见到一个叫陆子豪的人，你说过这个人他是做错了很多事，不能再跟妈妈在一起的那个人。对，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以后可能会有人跟你提起他。妈妈，你怕我难过吗？我不难过，我不认识他，我只认识妈妈。温哥华，再见，不是告别，是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4年安静的时间，让我把碎掉的自己重新拼好。最后一次通知，前往温哥华的旅客请立即登机。Final call for passengers traveling Cooper. Please proceed to the gate immediately. 他上飞机了，后天到。4年。他终于肯回来了。他说小树想看看干妈的办公室，4岁的小孩想看看办公室。你准备给他安排什么？基金会那边的年度慈善晚宴刚好是下周，我打算让他作为联合创始人上台致辞。另外，这是新生集团与温哥华那边合作的海外分部计划书，我想请他负责海外分部的艺术项目，让他回国工作。不是，他在小画廊经营了4年，在那边已经有了一定的圈子，这个人脉比我们的资金更值钱。林总，楼下来了一个人，说是您前夫的母亲，没有预约，但说您认识他。请他上来，到小会议室泡一壶红茶。林总，打扰您了。阿姨，您还是叫我婉儿吧。这些年我每个月存一点，这里面是30万。离婚的时候，法院判他给你的精神损害赔偿，他1分钱都没有给过你。我知道这点钱对你不算什么，但我不能欠你。他死了，债还债，我替他还。阿姨，这笔钱我从来就没打算要，他骗我的是感情，不是钱。感情这种事儿，欠条打不了，您替不了，也不需要替。你拿着是为了你，是为了我。我这辈子给他还了太多债，每还一笔，我觉得肩膀上轻一点。这笔是我替他还给你的，还完了我就什么都不欠他了。阿姨，他现在埋在哪里？郊区公墓，跟他爹挨着。我有个提议，这30万您如果不愿意收回，那就捐给新生基金会，专项用于单亲母亲的心理援助，以您自己的名义捐，不是以他的。您这辈子替他还够了，从现在开始，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您自己的。
谢谢。我以为我来这里会很难受，结果站在这里，什么感觉都没有。你骗了我1年，我以为那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后来我才发现，那不是幸福，是被下了药之后的麻醉。这是你亲手写的请柬，你说你的字不好看，但为了婚礼专门练了1个月。我当时信了，很感动。后来我在邮件里看到，是周德全让你多花心思，因为林家千金吃这一套。我今天来不是为了原谅你，有些事不值得原谅。我来只是为了告诉你，你毁不了我，你毁不了沈清，你毁不了你的孩子。他现在叫沈小树，在温哥华长大，聪明健康，有妈妈爱，有干妈疼。他这辈子都不会知道自己父亲是谁。你可能到死都不明白为什么最后什么都没得到。我来告诉你，因为你不配，你对谁都不真，所以谁对你也不留。从现在开始，我的记忆里没有你。你只是我在30岁之前走过的一段烂路，路烂，但走过去的人不烂。我不会再来了，你的名字我也不会你再提。你猜小树看到这个牌子会说什么？会说太丑了。这可是我画了1个小时的。那个画的是我，那个画的是妈妈和干妈，好丑啊！干妈和妈妈在哭吗？没有，他们在笑，这是大人高兴到极点的表情，你长大就懂了。我记住了，这是高兴到极点。小树你好，我是干妈，我们在视频里见过好多次了。这是我送给你的一片从家门口枫树上摘的叶子，我亲手摘的，压了3天没碎。谢谢小树，干妈收到了。国内空气还是这个味道，4年了没变。人变了。人变了。你紧张？你一个大老板，在几百人的场合讲过多少次话了？你现在紧张？不是紧张，是庄重。5年了，基金会的心理援助热线，5年接了37000个电话，37000个女人在电话里说，她们被欺骗、被控制、被抛弃，不知道该跟谁说，然后她们找到了我们。37000个。那个晚上你在医院走廊哭了4个小时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人跟你一样？对，我觉得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这么蠢。现在你有37000个同伴了。下面有请新生集团董事长、新生基金会创始人林婉儿女士。5年前，我办第1场慈善晚宴的时候，台下坐了不到100个人，大部分是我爸生意场上的朋友来捧场的。他们不知道这个基金会在干什么，他们以为我在洗白一段失败的婚姻。5年后，新生基金会已经援助了超过3万个女性，我们提供法律灌院、心理援助、就业技能培训，我们帮助他们打抚养费官司，申请人身保护令，重建独立的生活。3万个女性，3万个被我们拉回来的人。今天我要介绍一个人，他是这个基金会的联合创始人。5年前，他在我的婚礼上揭穿了我前夫的真面目。我当时不信他，我把他拉黑了。我对他说别再来骚扰我的家庭。他没有放弃我，他在我最需要一个说直话的人的时候对我说了真话。他是一个单亲妈妈，她独自在异国他乡把孩子养大。她把抚养费诉讼赢下来的赔偿金捐出来，成立了基金会的第1个专项基金。沈清，上来。大家好，我叫沈清，我是一个单亲妈妈，这是我在公开场合第1次用这个身份介绍自己。以前我只说我是画廊老板或者艺术顾问，因为单亲妈妈这4个字在这个社会里听起来像一种贬义。我花了5年时间才学会骄傲地说出这4个字。我不是在卖惨，
我是在告诉每一个跟我一样的女人，你可以是单亲妈妈，你也可以是画廊老板、艺术顾问、基金会联合创始人。你被一个人抛弃过，不代表你被整个世界抛弃。你走出来的那条路，比当初把你推进深渊的那个人更值得被记住。谢谢，谢谢你当年没有彻底把我拉黑，谢谢你在我气得拍桌子的时候没有站起来走掉，谢谢你，谢谢你在所有人都说我是个疯女人的时候，最后选择相信我。我录着呢。妈妈，干妈！今天这场晚宴募了多少？大概比去年多3成。沈清上台之后，那个氛围，我旁边坐着的那个女老板当场就哭了，直接捐了500万。沈清是你们基金会的秘密武器，她一上台不用说话，光是站在那里，单亲妈妈被出轨，自己把孩子养大，就是一个行走的广告牌。不是广告牌，是证明，证明你可以被踩进泥里，然后长出来。你现在是新生集团董事长，身家几10个亿，做慈善，上杂志，拿杰出青年企业家，你什么都有了。你身边还缺人吗？你是说男人？有人追，也有合适的。但我这几年一直在想一件事儿，我当初为什么会那么容易被陆子豪骗？因为你善良。不是因为善良，是因为我总觉得一个人不够完整，需要另一个人来补。我爸一个人把我养大，我总觉得他太孤单，所以我得找个伴侣。我自己一个人，我也觉得太孤单，也得找个伴侣。这种想法让我在遇到陆子豪的时候，把所有的危险信号都忽略了，因为我太害怕一个人了。后来我发现，一个人不会死，2个人但不适合才会死。我现在一个人，公司是我的，人生是我的，我做的每一个决定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这种感觉比谈100场恋爱都自由。所以你打算一辈子单着？不打算。如果有对的人出现，我不会拒绝。但我不会再为了填补空虚去谈恋爱。以后如果我恋爱了，一定是因为那个人让我觉得他不是来填补我空缺的，他是来参与我完整的人生的。竟完整的人生，竟不完整的我们，完整了多没意思。我不想走，我还没吃过糖糖阿姨做的红烧肉。下次来，阿姨给你做糖醋排骨，更甜。你回去要好好吃饭，下次来要比现在的高这么多。那我回去每天吃3碗饭，下次来就这么高。画廊那边的海外合作计划，李律师已经帮我把合同看完了，条款没问题，回去我就可以签。不用急着签，你先休息一阵子，让小树适应一下幼儿园的新环境。合同什么时候签都不晚。你现在说话的语气越来越像你爸，这算是夸吗？你看你，你爸是个好商人，你也是，但你是更有人情味的商人。干妈，我走了，你要多吃肉，你太瘦了。妈妈说你工作起来就不吃饭。干妈答应你，你吃3碗饭，干妈也吃3碗饭。我们比赛，你妈妈当裁判。好，我肯定赢。谢谢你帮我找回了回来的勇气，是你自己找到的，我只是给你买了张机票。我下次来的时候就这么高。他还会回来吗？会的，
但不是回来了，是他有了2个可以回去的地方。温哥华是他为自己和孩子建的家，这里有他可以随时回来的人。